同時把這2款戰機放到你面前，你會發現什麼？沒錯，早期戰機採用的要麼是盾頭設計，要麼開個大窟窿眼兒。反觀現代戰鬥機，大多都採用尖頭。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？要理解这個問題，我们就得從二戰末期到上世紀50年代初說起了。當時戰機剛跨入噴氣時代，第一代噴氣發動機，如早期的離心式或早期軸流式，面臨的最大技術痛點就是吸氣與喘震。由於活塞式發動機靠螺旋桨拉動空氣，而噴氣發動機必須從機頭大量吞入空氣，在燃燒室與航空煤油混合燃燒並噴出，產生推力。但在當時，離心式噴氣發動機體積龐大，對進氣流的均勻度要求極度苛刻，如果進氣不匀或者氣流受阻，發動機可能當場熄火，甚至喘震爆炸。為了確保在各種飛行姿態下，發動機都能吃到順暢、充足、低速的空氣，最簡單直接且安全可靠的設計，就是直接在戰機最前端開一個圓孔進氣道，這就是著名的機頭正面進氣布局。比如美國初代王牌 F-86 和蘇聯一代傳奇米格15。那麼對於那些不用機頭進氣，採用一根進氣的初代戰機，比如英國的吸血鬼或德國的梅262，為什麼他們的機頭也是盾圓的？這其中就涉及到了亞音速流體力學原理。在低速與高亞音速範圍內，流體具有極強的可壓縮緩衝彈性。當戰機向前飛行時，平盾的機頭能夠將前方的空氣推開，形成一個平緩的壓力梯度包絡。這種盾圓機頭在大氣流場中產生的阻力，在亞音速下其實並不比尖頭大多少。相反，盾圓機頭在大迎角飛行時的氣流分離具有極高的容忍度。簡而言之，亞音速飛行時，圓頭比尖頭更不容易發生氣流局部剝離，操控穩定性極佳。但當人類航空發展來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時候，戰機飛行速度已經突破了音速，而在超音速飛行狀態下，空氣根本來不及像亞音速那樣平緩地向四周退讓，避開機頭，空氣分子在極短時間內被戰機急劇擠壓，在戰機前端劇烈堆積，形成一層極薄、密度極高的機波層。如果戰機繼續採用平頭或大圓頭設計，超音速時在機頭前方就會產生正機波，正機波會導致機頭後方產生巨大的波阻，氣流動能大量轉化為熱能，阻力係數呈指數級暴漲。為了破解超音速下正機波帶來的波阻困局，空氣動力學家利用極尖銳的機頭，將強烈的正機波切割轉化為附體斜機波。根據氣體動力學方程，斜機波對氣流的壓縮過程遠比正機波溫和，超音速氣流穿過斜機波後的壓力損失和波阻急劇下降。這就是為什麼一旦戰機追求跨音速和超音速飛行，機頭都會採用尖頭設計了。但還有一種設計，例如米格21和蘇22戰機，機頭依舊摳個洞，只不過裡面加裝了可調機波錐。在超音速時代初期，戰機雖然需要尖頭切割機波，但發動機依然不能直接吃入超音速氣流，否則會熄火。必須把超音速氣流減速降壓為亞音速氣流才能供給發動機。像米格21這樣的二代機，工程師巧妙地在機頭進氣口中央加裝了一個可以前後移動的調節錐。這個尖銳的進氣錐既起到了切割斜機波、將超音速氣流減速的作用，又能把早期體積小巧的機載雷達塞進錐體內。但隨着機載火控雷達技術的快速發展，這套設計顯然已經不夠看了。要知道，現代空戰從近距格鬥全面轉向視距外、超視距空戰，戰機必須搭載直徑更大、探測距離更遠、功率更強的機載火控雷達。如果還堅持機頭進氣，雷達天線根本沒地方放。於是從3代機開始，航空設計師們對飛機布局重新做了調整，將進氣道徹底從機頭移走，移至機腹或機身兩側。這也為現代戰機安裝雷達構建了充足的空間。而到了5代隱身戰機時代，戰機機頭不再是簡單的圓錐體，而是極為複雜的菱形稜線與多面體切割結構。這種尖銳且帶有特定傾角的外形，能夠將入射的敵方雷達電磁波精準的反射，避免雷達波原路折回敵方，接收天線。同時，這種尖頭加邊條翼的組合，在戰機進行大迎角機動時，尖銳的邊緣能人工誘導產生強烈的渦流，渦流掃過機翼上方，能夠大幅增加升力，實現極強的近距格鬥性能。這就是戰機從圓頭逐漸演變為尖頭的真正原因了。